感觉生管的工作真的很复杂，很多没错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最中间，因为以工厂来讲，它就是一个核心，基本上是由生管去规划什么东西要发外包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这个牵扯到我们在 ERP 系统里面的结构，因为生管在开立制令单的时候，它其实会去区分哪些东西是厂内制作，哪些是厂外制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欢迎来到工厂幼幼班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采购跟外包。其实在这工厂里面啊，我们通常外包会讲叫做委外，但因为讲外包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，那我这边括号写一下。除了委外以外呢，可能有些地方啊也会讲叫做托外。好，那采购跟外包、委外、托外这边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其实上一节我们有讲到，就是生管它是负责做厂内的生产嘛，采购呢就是负责帮他，比如说去买那个原物料，或者是说把半成品买进来，然后我们在工厂里面啊去做一个加工之后呢，去产出我们的产品出来。那外包它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外包啊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厂内可能做一些初步的加工之后。然后我们把一些制程我们内部没有做的，比如说像有些制程啊，它其实比较偏向是管制型的制程，比如说像电镀这种就是比较有高污染的地方，它其实不是所有的工业区都可以有电镀厂的，对，所以它其实会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区域里面，你才可以去里面做电镀。那譬如说像热处理，热处理本身呢，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很专业的外包制程。所以一般热处理厂呢，它会有就是专门做热处理这样的制程，那它可能里面不太会去做其他的加工的东西。那很多的金属加工的程序啊，它最后要让它的产品硬度出来的话呢，它就要去经过热处理这一道程序。所以比如说像这种特殊型的制程啊，然后需要大批量去做的，会比较有经济效益的。那通常在我们的工厂内部如果没有这种大量的需求，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委外给其他的厂商做，会比较划算。好，那接下来怎样去讲解他们的关系呢？这样讲好像似懂非懂。那我简单的用一句话去总结，就是什么是采购，什么是外包。采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买当然除了原料以外，有些可能是半成品或是一些标准品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它其实是连工带料。上次有提到过。是的，这个在我们的工业诊疗室有稍微提过。那我们今天把它拉出来，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那什么叫外包呢？它就是代工不带料。那在我们大部分的传统产业里面呢，很多都是属于做这种所谓代工不带料的部分。因为我们很常听到讲说，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都是以代工为主嘛。对，那其实所谓代工呢，就是指这个部分。不带料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假设客户给我100个料件。那他进100进来，我出去就是100给他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在库存的管理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复杂的问题。对，但如果说今天这间公司它是属于做产品的，不是以代工为主的，是有自有的产品在制作，那它就会有比较需要做复杂的库存管理的需求。所以在生管底下，我们就是会在关联到仓管的部分。这个在上一集呢，我们也有提到，就是仓管的一些基本的职能是什么。OK， 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图大概是这样的，更上面是业务。好，那这个关系图呢，就是说今天业务接到了一张订单，然后他会告诉采购说，我需要买哪些的原物料或是半成品或是相关的材料，去做相关的采购。然后生管这边啊，他就是接到业务的通知之后，他会去进行算料，看他厂内需要做什么样的生产，然后他会去进行安排。那当然。如果有需要去做委外的部分呢，就是也是由生管这边啊去做委外的发包。我们现在讲的职能越来越多了。上一次我们只有介绍3个，就是业务、生管跟仓管。那这一次我们就把采购跟外包的角色把它拉进来。所以你现在就已经看到有5种职能在里面去进行协作。所以他们需要透过各司其职。当你公司到了一定的规模，那你可能就会把这些职能呢越分越细。然后每个职能大家各自去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，然后进而去把我们想要生产的产品百分比例如是百分比，然后就把它生产出来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仓管它的角色是什么呢？因为
采购会去买原物料或是一些半成品或标准品进来嘛，那买了之后要人把它收进来，变成是库存，确认入账了之后，才可以给生管去领用。所以这时候仓管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他要把我们的物料控管好，把我们的库存数量呢控管正确，那这样子生管才领得到料，在我们的 ERP 系统里面呢，我们的账才会正确。所以采购这边呢，它有另外一件任务需要委托给仓管去处理，就是当我今天跟厂商下采购单，厂商来交货，需要由仓管去进行收料，然后入库的这个动作。那外包呢这边的话，就是看工厂那边大家职能怎么样去区分了。那大部分来讲的话，有些一部分会以仓管去做收料为主，那有些可能会以生管去收料为主。这个端看工厂它的配置去怎么样的分配。那当然，一般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可能只会看到最终的产品，最终在零售通路看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。但是其实，在这些过程里面啊，它隐藏了很多的深意。比如说，我们很常会听到什么 B to B 啊，或是 B to C， 或是 C to C 这种不同的这种商业模式。那在这种，比如说像以生管跟外包这边的这个关系啊，其实呢，这个就可以是一个 B to B 的生意哦。那所谓 B to B 是什么？就是所谓企业对企业的这种商业模式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，生管他发派了一笔需要代工的项目给外包厂商，然后外包厂商接到这笔代工的工作之后呢，等于就是说他就接到一门生意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再回复回来给就是原本这间工厂的生管。那这边就有多了一个交易行为。当然，采购这边也是一样，采购其实也是一个 B to B 的生意。比如说，我们把原料从 A 公司卖到 B 公司，那这中间呢，其实就也促成了一笔生意存在，因为这是一个连工带料的生意。那什么东西要外包是由生管去做吗？对，基本上是由生管去规划什么东西要发外包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这个牵扯到我们在 ERP 系统里面的结构，因为生管在开立制令单的时候，它其实会去区分哪些东西是厂内制作，哪些是厂外制作。那如果是负责厂外的话，这个就是给外包厂商去进行加工。对，所以发外包这边事情呢，是由我们所谓的委外制令单或者是托外制令单去执行。那这个单据是谁开的呢？就是由生管去做开立。所以委外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让生管这边去开单，然后发派命令。那收进来的话呢，有些是可能生管就直接在产线直接收了，那有些是透过仓管再去做收料的动作，然后再给产线这边。小编问这个问题很好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因为在不同的工厂里面，大家的做法可能会不太一样。对，那我这边是用以我们实务上在操作 ERP 系统的面向去做这样子的解释。那感觉生管的工作真的很复杂，很多欸。没错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最中间，因为以工厂来讲，它就是一个核心。那我们之后还可以再介绍一下生管的细部的详细作业。好，那今天的工厂幼幼班就先到这边咯。有什么问题呢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那如果觉得这一集你有喜欢，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这集就先到这边啦，拜拜。